许多璀璨的色彩，诞生之初都是人们献给神明的礼物。关于神明，不妨留给大家去想象。也许它和科学艺术的世界一样，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。我们感兴趣的是，人们会用怎样的色彩刻画高深莫测的神颜。让我们先从充满神秘的黑说起。身处完全黑暗的地方是什么感觉？中国戏曲中的经典桥段是这样表现的：令人恐惧的不是强大的对手，而是视觉消失之后的未知与混乱。这种心理正是我们探索另一个世界的开始。云南大理，盛大的火把节正在准备中。俺们娘觉得咋咱是谁知道嘛？堂堂又在觉得。里里外外都看得见忙碌的李红英。祭祀神灵的仪式在白族社区一般由女性主导。在所有崇拜火的文化中，那片被火与文明驱退的黑暗，并没有彻底消失。火焰熏出来的颜色，就是象形汉字中的黑。燃烧产生的黑色材料，反而成为我们沟通神灵的手段。大理的菜市场除了卖菜，也卖一种用黑色印刷的纸符。我们第一次遇到红英就在这里。你一户多少钱？你搞多少钱一换的呀？总那年我再补你7块嘛，你再补我2块。纸片上印着各种神灵的画像，在这儿叫甲马。我们发现，这种流传于西南边陲的神仙，起初来自中原。800年间，他们融入了当地的民间信仰体系，被大理人当成来往人神之间的使者。不过今天，人们的生活和心愿让黑的内涵发生了转变。哎呀，真乖呀！李红英的孙女儿1岁不到，正在学走路。丈夫张瑞龙是做甲马刻板的，他准备雕刻一个新神仙。妹妹像不像？好像。刻刀在雕刻的过程中不断变化，原始粗犷的线条最适合与极简的黑色搭配。
由烟灰转化而来的墨，将黑纳入了文明的秩序。深邃的黑原本是人们生活以外未知的领域，我们一点点拉近了与黑的距离，用它搭建起汉字系统和绘画审美的基础。但在大理，黑依旧亲切可爱。你甚至能用它打造私人定制的神仙。地道大神嘛，就防止就小朋友，特别是才开始学走路这些人容易摔跤。黑一面给人阴森恐惧的感觉，而它的另一面又是混沌初开，孕育万物。夜色降临，火把节正式开始。人从来不是一种夜行动物，我们只是用了数万年的时间征服了夜晚和黑暗。黑的历史，也是我们学会与未知和平相处的历史。光带我们走出黑暗，也创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神灵是否存在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我们更好奇的是，不同地理环境的人们会如何选择他们眼中的神灵色彩。高原，离天边更近的地方，严酷的自然环境，人们似乎更加仰赖神灵的庇护。每逢重要的日子，桑杰都会礼敬山神。11月底的甘南牧场，气温接近零下20度。桑杰一家赶往冬季定居点。放牧之余，桑杰是一名画师。唐卡作为藏族的神灵画像，有一套严格的色彩规范，描金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。我们有幸目睹了色彩诞生的过程，金箔加入骨胶，在手掌里一点点变成细腻的金粉。金价格昂贵，特殊的材质稳定性让色彩历久不衰。人们用它描绘存在于日常之上的理想世界。
但对桑杰来说，还有比金更具神性的颜色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桑杰就会跟师傅讨教。근데 jantik chokonira jantik chi ni sum je ko kanda chi zira在藏族唐卡中，各种矿物颜料提供着丰富的色彩。其中有一种矿石比黄金还要名贵。据说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为了使用这种颜料，不惜倾家荡产。青金石色被认为是最接近天空的颜色。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也曾刻于青金石的石碑。世界不同的文明都曾用这种蓝色表达神性，甚至将它装饰在法老的眼睛上。青金石不仅要从中亚开采，制作矿物颜料的工序也很复杂。而且每100克原石只能获得4克颜料。为什么这种璀璨的蓝色拥有让人不计成本的诱惑？中国古代画师将青金石颜料涂抹在佛像的头发上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，也让青金石在民间获得了一个别名——佛头青。人类笔下的神灵形象，一步步从最初的自然生灵走向人形。从艺术史的角度讲，神的进化之路其实就是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唤醒的过程。在代表神灵的色彩上投射自己的意志，用舌尖反复掂量。青金石色代表天空般至高的精神力量，在藏族人心中的神圣与崇高地位不言而喻。想要瞬间的人会看云朵，想要永恒的人会看天空。藏族的燃灯节到了，孩子们换上蓝色的新藏服。唐卡画师笔下的神灵不食人间烟火，但画师的家庭生活和我们并没有多少差异。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穿梭行走，这是桑杰们对生命的理解。
听他们说，藏族人的色彩观念源于自然，画师以恰到好处的组合方式，给人们营造出天堂佛国的美好景象。燃灯节，小镇被酥油灯照亮。冬季的甘南严寒萧瑟，心中的理想国灯火阑珊。青金石用璀璨的颜色表达神性，还有一些色彩能取悦神灵，靠的不只是颜值。人类有眼鼻口舌之欢，想象神灵也热衷此道。譬如在制作线香的工厂，人们把色彩和香味结合，希望通过色香味的共振，拉近与神的距离。海南热带雨林中也有一种香味植物，古代帝王称它能引仙降鹤，但它一度沉寂在色彩历史的烟云里。我们有缘见到它的真容，是因为认识了黎族之娘福人姑。降真香这种热带植物，黎族人给了它一个霸气的名字——总管藤。它生长在浓荫蔽日的森林中，攀援向上，争夺阳光。Chỉ rất thân nhỏ ấy. 降真香的藤蔓经过沸水熬煮，香气和橙红的色素一同析出。它的香味曾经帮助黎族先民在湿热的雨林中驱邪避害。而它的色彩在棉线上沉淀为浅棕色，多次浸染能得到深浅不一的大地色系。我们用这个做燃料，织成锦，它也可以维持香味，能持久。拿出来穿也闻到这个味道。这样的颜色和香气，不仅像土地般包容丰饶，还唤起了黎族先民对神性的感知。黎族人把降真香色的棉线用传统的腰织机纺织，就是黎锦。上面的人形图案是黎族人最重要的神灵。大力神的纹样，
它是保护咱们黎族的一个神。大力神，黎族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神，他的伟绩像盘古后羿一样数不胜数。他用脚踹出山川，蓝色的汗水成为奔腾的河流，最后红色的身体化作海南的最高峰。这个文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给他的，有200多年了。降真香，这缕香气曾护佑黎族祖先生息繁衍，而它的色彩指引人们走向服饰文章。半成烟火半成仙，背山临海的闽南多神的民间信仰催生出兴盛的彩瓷塑像。如今这里还包办了全世界的神仙，也包括天外飞仙。在德化，10个人中有8个做外销瓷。我们来到当地一家瓷厂，工人们正在赶制销往欧美的圣诞节彩瓷。不过，西洋工艺瓷只是买卖。我们找到许成全，为的是寻找一种白色瓷器。看过那么多五彩斑斓的神灵之后，我们更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德化人选择无色的白来塑造神灵？事实上，把瓷烧成白色绝非易事。德化人为此摸索了几个世纪，才终于把一切色彩从瓷器上剔除。这种以低铁高硅的瓷土烧制的白瓷，素雅晶莹，曾经在17世纪风靡欧洲。许成全的白瓷最拿手的是捏塑。你一直在近距离做你的，有时候高低看不出来，远处看观察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了。这个浪还是不要再高一点，荷叶要不要再做，给它柔软一点。作者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有一身满意成品，可能我再做下中还可能比这身更好。60岁的许成全一般是半夜工作，所谓半成烟火与他无关。我们想再拍一点他的生活，他却带我们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一座废弃的工厂，像巨大的时间胶囊，保留着曾经的生产线和瓷器。这里是许成全工作过的国营老瓷厂。40年了，我是挺怀念的。当时我进厂车间里面，我属于年纪最小的，生日过后就直接进厂。要不然15岁是等于童工了，不行啊！对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白不是没有颜色，它承纳着时间，随时和你讲述着一个光阴的故事。我们陪着许成全捏塑的那尊白瓷即将出炉。因为这个造型是我自己想象中出来的，就像跟明代那个白瓷那个朱玉白的瓷器基本上接近了。观音的造型因人而异，但色彩的审美未曾改变。朱油白用曾经抚慰肠胃的色泽，给洁白提前裹上了岁月的包浆。在德化，我们看到凝脂般的白，不仅是洗尽铅华的颜色，还是一种质地。0.5毫米厚度的茶杯，如同凝固的月光，触手生温。斗战胜佛的造型，因为白瓷变得温润如玉。远看是沙，近看是瓷，人们竟能用坚固的瓷器达到轻盈飘逸的中式美感。今天依靠科技，可以破解白瓷色彩烧制的一切秘密，但只要人们对美好的向往还在，白瓷的家族还会继续开枝散叶。当然很孤独了。每个时代，每个作者他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心中的理想的一个买的观念。或许正是这场永无止境的修行，把白色淬炼出极致纯净的神性。加油，加油！可以啦，看。啊，那个是钉子。颠倒大行。看到这里，关于神灵的色彩，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人们描绘的神灵各不相同，但心灵深处的渴望却是相通的。Masa ni aku pun, ini nyoling. Kamu. Sekarang 当我们试图去领悟神性时，也帮助自身更好地理解身处的周遭。人们通过色彩，以有限的认知描绘无限的世界，在无常里安住自身，在生活的变化中感受力量。